区区飞升雷劫，也想阻本座仙路？今日我奇缘先。丁，恭喜宿主觉醒废材逆袭系统，检测到宿主目前境界为炼气期1层，完成新手任务即可无视雷劫，飞升仙界。本座都大成期，系统才觉醒。等等，炼气1层，我系统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本座是什么境界？丁，宿主当前境界炼气期1层。你给我看清楚，能在一息之间蒸干一片汪洋大海，这是炼气期能做到的吗？不能，只有大成期可以做到。哼，算你识相。那你现在大声告诉我，本座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丁，宿主当前境界炼气期1层。是你个仙人板板！你这脑残系统，存心气死我是吧？新手任务现已开启，炼气3层的黑虎帮堂主徐彪正欲强娶宿主妹妹为妾，徐彪实力恐怖，请宿主做好准备，前往青云镇荒郊坟地营救。炼气3层，实力恐怖，哼，罢了。看在保送飞升的份上，本座今天就屈尊怎样？小娘片儿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今天偏要在你哥坟头办了你！你就是黑虎帮堂主徐彪。少仙，饶命！警报！宿主已遭遇极度危险目标徐彪，对方修为高达炼气3层，远超宿主，建议宿主智取，切勿力敌。丁，检测到极度危险目标已死亡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正在发放奖励，恭喜宿主获得武力下品聚气丹50块，下品零食逆袭积分10。就这种破烂奖励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手？我随便喘口气都比这药丸劲儿大。系统，任务完成，现在可以让我飞升了吧？丁，检测到宿主当前实力严重不足，仅为炼气期1层，不符合飞升条件，必须继续完成逆袭任务才能飞升。狗系统，你瞎了狗眼吗？本座是大成期，大成期！一巴掌拍死炼气3层，你跟我说实力不足？丁，新任务发布，逃生之路。你虽侥幸偷袭杀死了徐彪，但即将面临黑虎帮炼气5层帮主李虎的疯狂追杀，请宿主带着妹妹齐瑶，在炼气5层强者的追杀中艰难存活下来。你说什么？让我去被一个小喽啰追杀？狗系统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怎么让那个炼气5层有胆量来追杀我这个大成期的？这破任务谁爱做谁做，反正我不干。去被一个炼气5层追杀，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放？丁，再次提示，本系统积分商城内含飞升神石，只要宿主按部就班完成任务，积累1万逆袭积分，即可兑换飞升神石，100%保送飞升仙界，度过雷劫。穿越过来5年，1年筑基，3年结影，如今大成。我之前已经尝试过数次飞升，每次都险些身死道消。这系统虽然智障，但如果真能保送飞升，罢了。本座恰好觉得这大成期的日子有些无聊，便陪你演绎。多谢上仙救命之恩，若不是上仙，我就要去地下见我哥哥奇缘了。等等，你哥叫什么？我哥哥奇缘。破案了，这脑残系统把我和这坟里躺着的同名倒霉蛋搞混了。不过，按照这废柴逆袭系统的套路，原主的妹妹绝对是后续触发连环任务的核心 NPC， 必须把她带在身边，完全掌控，才能薅到足够积分，完成飞升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恰好我也叫奇缘，你我有缘，以后你叫我一声奇哥便好。奇哥，瑶儿，跟紧我。奇哥，我们去哪儿？黑虎帮要来追杀我们，当然是上门讨个说法，然后想办法逃命啊！帮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个来历不明的修士，那人自称是奇缘那小子的表哥，口口声声说要找徐堂主为表弟报仇，已经打伤咱们好几个弟兄了。修士，若是高阶修士，早就直接动手灭了我这小小黑虎帮了。在门口叫阵，档次肯定高不到哪儿去。估计是个色厉内荏的愣头青。传令下去，让所有在帮内的兄弟集合，随我出去会会这个闹事的毛贼。徐彪，快滚出来受死！再不交人，今日就平了你们黑虎帮，替我表弟讨个公道。奇哥真是个好人，竟然为了萍水相逢的我，主动找黑虎帮的麻烦，替我死去的哥哥出头。敢来黑虎帮撒野，我腻歪了吧？他妈的，
这小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不过区区炼气3层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小子，你胆子挺肥嘛，居然敢找我们黑虎帮的晦气！假如不说出些门道来，今天怕是走不了了。门道，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，小爷我今日特地来为表弟报仇。你们若再不把人交出来，小爷便拆了你这破烂帮派。就凭你，哈哈哈哈哈！兄弟们上，把这个小贼剁成肉泥，扔到院子里喂狗。不过他身后那个小美人务必要活捉，老子现在火气很大。哈哈哈哈哈！去死吧！七哥，小心！快跑！太玄，半日前东海之滨雷劫暴动，但转瞬即逝。若是本尊没猜错，奇缘应当是已经度过飞升雷劫了吧？哈哈哈！剑尊所言极是，奇缘1年筑基，3年结鹰，5年大成，天资冠绝古今，区区飞升雷劫，怎能拦得住他？那是自然。以他那杀伐果断、傲逆万物的性子，此刻恐怕已经在仙界大展神威，说不定正被诸位仙王、真仙奉为座上宾，谈笑风生呢。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遥祝奇缘在仙界威震寰宇，横推万古。哈哈哈哈哈！干！快给老子追！谁要是抓到那小子，本帮主重重有赏。这脑残系统真特么扯！任务要求在黑虎帮的追杀中活下来，这意味着如果不被追杀，任务就得失败。我一个堂堂大成大能，竟然要靠装吐血、扔法器、诱惑几个电器来追杀我。我在沿途故意踩断树枝，留下脚印。这是要是传回太玄圣地，怕是要被清理门户吧？这破系统最好真能让本座飞升，不然亏大发了。七哥。你怎么样了？伤得重不重？没什么，咱们现在就站在这里等，后面那群白痴会自己跑过来送死的。刚刚不是还在拼命逃跑吗？怎么又变成停在这里等敌人了？找到了，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！这是炼气3层能爆发出来的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请诸位赴死！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逃生之路，奖励100逆袭积分，5粒上品聚气丹，200下品灵石，逆袭积分20。检测到黑虎帮帮主李虎已死亡。恭喜宿主获得天赋扮猪吃虎，可主动隐藏修为与资质，非高出3个大境界者无法看破。这逆袭系统真是眼瞎脑残，这玩意儿狗都不要。丁，新任务发布，逆袭从杂役弟子开始。从杂役弟子开始，老子特么是太玄圣地第一道子。这破系统果然还是个智障。七哥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七哥不仅本领高强，更怀有一颗仁善之心。你故意引诱黑虎帮的人来到这偏僻无人的荒野再动手，就是怕刚才那骇人的威力伤到青云镇的无辜百姓，对不对？这份侠义人心，当真令人敬仰。我大好人，我特么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被逼的，没什么，我只是看他们不顺眼罢了。果然还是来了，按照脑残系统给的3流狗血剧本，接下来就是原主妹妹被路过的圣女看中带走，而原主被无情嫌弃的打脸桥段了。行吧，就当玩休闲游戏了。齐道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卢道友和萧仙子，我也是偶然游历至此，发现此地有一伙歹人为祸一方，便出手灭了这黑虎帮，顺便救下了这个凡人小姑娘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一群碍眼的蝼蚁而已，杀了也就杀了。萧仙子，既然刚才那道法力波动来自齐道友，咱们就继续赶路吧，我再送你一段路程。不是，
人家是玲珑圣女，用得着你来当护花使者？这家伙是何等的舔狗啊！我们玲珑圣地又不是徒有虚名，自己就能照顾好自己，就不劳烦卢师弟继续相送了。齐道友，实不相瞒，你身后这个小姑娘体质特别，怀有一种十分罕见的隐藏灵根，刚好与我们玲珑圣地内的一份传承相契合。不知你能否行个方便，让她拜入玲珑圣地？若你同意的话，全当我欠你一份人情，日后必有报答。这可是玲珑圣女的人情啊！你特么居然在犹豫，要是我，怕是做梦都要乐醒了。赶紧拒绝她，让萧仙子想起我的好。抱歉，萧仙子，小瑶她并非我的私人奴仆婢女，我自认无权处置她的未来，如何选择，应该让她自己决定。小瑶，你愿不愿意成为玲珑圣地的弟子？齐大哥，我愿意拜入玲珑圣地，只有这样，才有机会报答你的恩德。好，萧仙子，小瑶日后还望您多多照顾。若是强行把她留在身边，导致命运线大变，以后这系统的连环任务指不定就断了。顺其自然最好。这太玄道子身居高位，却这般正直仁厚，竟会在意一个凡人小姑娘的想法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齐道子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玲珑圣地就绝不会亏待于她。难怪被奉为正道第一美女，没点定力还真顶不住。卢道友，若没什么事的话，本座就先告辞了。是了，我一个大男人混在人家的地花宝州里面，确实不妥。怪不得萧仙子不接受我的好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暗中随行，定要保证萧仙子的周全。齐道友，那便就此别过。这尼玛就是舔狗本狗呀！完成2个任务，总共攒30点逆袭积分。为了飞升，还得继续完成任务，积攒积分啊！丁，新任务发布，玲珑圣女那绝美风姿和冰冷无情的话语在你脑海中久久不去。你决定振作起来，在1个月内突破到炼气2层，并通过落云谷的考核，成为杂役弟子。任务难度3颗星，任务奖励100逆袭积分，5粒上品回春丹，低阶法器1件，免费开启300立方米随身系统空间。突破到炼气2层，落云谷杂役弟子，我堂堂太玄圣地道子，跑去一个听都没听过的小宗门当杂役。不是说落云宗要招收弟子吗？怎么迟迟没有动静？我带的干粮都快吃完了。据说落云仙门的考核极为严厉，淘汰9成以上，留下的也只能做杂役弟子。不知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？坚持不住的话就赶紧滚！你们这些穷酸下等人本来就没资格修仙，早点识相退出，也省得碍本少爷的眼。你，王陆川，我知道你家世显赫，但修行靠的是灵根天赋，谁高谁低还不一定呢。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们？柳莹莹，你告诉林震，是我的资质好，还是他俩的资质好？王哥在来之前就已经找仙师测过了，他身负木水双灵根，堪称是万中无一的修行天才。废物，不怕告诉你，你这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现在已经是老子的女人了，以后你最好离她远点，否则老子把你腿打断。青梅竹马背叛，富少当众夺妻，妥妥的退婚留气运之子标准开局啊！不过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成为杂役弟子之前，绝不能节外生枝。莹莹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林震，
我也与王哥私定终身，我们的婚约取消吧。今后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。原来如此。林震这小子天生命贱，一个人走荒山野林，说不定就会被妖兽叼了去。到时做了孤魂野鬼，可怪不到老子头上。少爷说的是，脚崽子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丁遭遇特殊事件，隐藏支线任务激活，气运之子林震正处于人生中最低谷的时刻，宿主可以选择挺身而出，在一群恶徒家丁手中救下气运之子林震，并与未来的气运之子结下善缘。任务奖励50逆袭积分，200下品灵石，获得一定气运增长。注意，此支线任务可放弃，失败无处罚。气运增长，这种好事，傻子才会放弃。殷长老，这孩子眼看着就有危险，要不派个人护送一程吧？他也是千里迢迢前来参加考核的求道之人，若真死在这里，岂不是我们落云宗的罪过？莫长老，此言差矣。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与我落云谷何干？此子稍受挫折，便一蹶不振，为区区小事放弃入道机缘，心性浮躁如斯，如何配当我宗的弟子？我提议推迟测试，就是为了淘汰这种心智不僵之辈。如今看来效果不错。那个叫王陆川的小辈是你外甥吧？这孩子小小年纪便狠辣无情，仗势欺人，这种心术不正的败类，招来作甚？我们落云宗又不是开善堂的，大道之争本就是成王败寇，面对竞争对手，用何种手段都不为过。至于心性，入门后引导便是，总比培养庸弱之辈要好。岂有此理！按照门规，一测灵根，二测心性。这王陆川若是过不了第2关，老夫绝不会同意收他入门。二位长老不过是观点不同罢了，其实都是在为宗门着想，又何必做这些无谓争执？那少年毕竟是特意前来求道的凡人，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半路。此件事务拜托各位长老了，我且过去救他一次。至于之后是死是活，全凭他自身造化。这小子还真是妥妥气气运之子模板啊！为什么莹莹宁愿选择一个人渣都不愿跟我？明明我们很快就可以一起成为落云宗的弟子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是什么？涂浩云，天快黑了，我孤身一人，必须尽快离开这片危险的山林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嘿嘿，我们少爷说此地山高林密，怕你不慎死在里面，特地交代兄弟们过来送你一程。小兔崽子，最好别反抗，乖乖让老子给你个痛快，否则保管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与你们素无仇怨，何必要这样赶尽杀绝？呸！死到临头废话真多，一起上，宰了他！难道我今天注定要死在这里吗？兄弟莫慌，我来助你。好了，林兄弟，没事了。请问您是？我叫齐荡，是来参加落云谷入门测试的散修。之前看你被那个小胖子肆意欺淫，实在看不过瘾，义愤之下，便决定过来救你一命。多谢齐兄救命之恩，林震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林兄不必放在心上。落云谷倒也不全是冷血之中，还知道派人过来救场。不过这姑娘来晚了一步，要是没我，
只能给林震收尸了。落云谷规矩，炼气2层散修骨龄放宽到22岁。我刚才刻意把修为压制在炼气2层，完美符合我21岁的散修人设。系统让我先突破到炼气2层，想必也是为了卡这个入门的规则。这气运之子的大腿，我是抱定了。丁，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获得50逆袭积分，200下品灵石。宿主与气运之主结下善缘，气运增长，气运加深的感觉，简直爽得飞起。随便暴打几个家丁就能薅到气运，这波血赚。童子，以后这种欺负弱小这种行侠仗义的任务越多越好，哥们儿承受得住。这戒指的材质连我都看不透，绝对是个大宝贝，里面搞不好还藏着个随身老爷爷。不过气运之子的机缘可不是那么好抢的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天道反噬，死无全尸。我堂堂圣地道子，犯不着为了个破戒指去拼命，抱紧这根金大腿，蹭点气运福泽才是王道。林兄弟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回去参加测试，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王陆川与我杀身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这笔账我要亲自和他算清楚。双灵根的天才又如何？等我加入落云谷，踏上仙途，10倍100倍奉还给他。有志气，得罪谁不好，偏要得罪气运之子。小胖子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了，我先为你默哀3秒钟。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回来？你不是要走吗？怎么还有脸回来？还有，我好心让几个手下过去护送你一程，现在他们在哪儿？姓王的，你明明派人害我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，简直是人面兽心，猪狗不如！你说我害你，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不要胡乱攀污，否则的话，休怪我翻脸无情！你那3个手下天生福薄命贱，都是些短命鬼。不久前被野兽给叼走吃了，我劝你还是节哀顺变吧。你又是谁？为何要插手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？这股威压，修士！哦，忘记自我介绍了，鄙人名叫齐大，以后临阵我罩了，谁要敢欺负他，就是跟齐某过不去。算你们走运！今日若不是齐大哥出手相助，小弟恐怕……林兄弟，你我之间颇为投缘，不必这般客气。堂堂气运之子一口一个大哥叫着，这可却真是。至于那个王陆川，这种低级反派，我连理他的兴趣都没有。让诸位久等了。今日大吉，诸事吉宜，落云谷入门考核正式开始。门规所限，凡骨龄18以上且未开始炼气者，请回。若有炼气境的散修同道，修为每高一层，年龄可放宽2岁。所有不符合要求或考核被淘汰者，皆可领取路费。是他，昨天在暗处准备救林震的那个女修。看骨龄不过18、19岁，修为竟然已经到了筑基后期，而且根基如此扎实，底蕴完全不输太玄圣地的那些真传弟子。没想到这小小的落云谷，竟然还藏着这等人物。
吓我一跳，还以为是什么高级货，原来只是初级的测灵石。用系统给的半株吃虎天赋，轻松就能蒙混过关。灵根资质乃是大道之基，没有灵根，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无法踏上道途。考核的第一关便是测灵根，只有灵根资质在4灵根级以上的人，才能进入下一轮。排好队伍，按顺序把手放在测灵石上。有反应5灵根不合格，下一位。金土火3灵根，资质不错，通过。身上没有灵根，不合格。你也没有灵根，不合格。王陆川，木水双灵根，资质绝佳，通过。果然是双灵根，王少爷威武霸气！齐大4灵根，通过。此人虽然长相平庸，但昨日路见不平，是个乐于助人的良善之士。在这个先得日渐沦丧的修真界，堪称一股清流。可惜4灵根的资质，注定道途坎坷，终生无缘筑基。哥们儿都已经如此低调了，还把脸伪装得这么普通，居然依旧能得到美貌女修的关注。哎，这该死的魅力啊，当真是藏不住。原主是个废5灵根，被系统强化一次后，刚好是4灵根。过落云谷的关足矣。要是我把真实资质亮出来，分分钟闪瞎你们的双眼。不过，低调做任务才是王道。柳莹莹4灵根，通过。林震3灵根，通过。什么情况？出于好奇，我昨天明明趁他不注意，偷偷用秘法探查过，他绝对是4灵根，怎么一夜之间变成3灵根了？昨天他手上那枚来历神秘的黑戒指不见了，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不愧是气运之子，连我都看走眼了，恐怖如斯。第一关结束，现在进行下一轮。只要走过这条小路，成功完成心性测试者，便可自动成为我们落云谷门下弟子。好真实的环境，这阵法生生不息，我的头脑竟然感到一阵昏沉，思维也变迟钝了。这幻阵等级极高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好在我修炼过罗天炼神诀，神魂稳固，没有被抹除记忆。我知道自己正在参加考核，且看这阵法耍什么花招。幻生乾坤阵乃是1000年前一位来谷中做客的炼虚境阵法大师所布，与宗门大阵合为一体。里面还有仙祖师亲自设计的3道关卡，通过后便算过关。阵法开启后，内中阵灵将会化身千万，测试众人。任何进入此阵的人，都会被抹除这段时间的记忆，忘记考验，以最真实的本心做出选择。哪怕炼虚修士陷入此阵，短时间内也难以脱困。父亲这段时间在闭关，实在抽不开身，多亏有殷长老帮忙主持大局，西柔在此谢过。大小姐言重了，此乃老夫分内之事。落云谷想要崛起，培养新弟子是重中之重，希望今年能找到一些好苗子。救命！美人儿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！速速让开！你要是敢坏了老子的好事，老子饶不了你！原来是这种套路。
谢公子救命，奴家感激不尽。妖孽，装什么装？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公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且不说一名娇滴滴的小姐，有没有可能孤身一人出现在这种荒郊野外？你穿着如此碍事的长裙，跑得却比那个8尺大汉还快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智女头。最重要，你在这烂泥地里跑了这么久，一双绣鞋鞋上连丁点泥渍都没有，在这儿糊弄谁呢？有点意思。之前还以为这关不过是个关于美色的简单考验，没想到竟然还隐藏着逻辑漏洞的玄机。生前只是想看看有没有隐藏剧情，看来是没有了。不过这关我算是完美通过了吧。岂有此理！这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？没想到世间风气竟沦落至此，真叫人失望透顶啊！唉，老夫看好的那个新人，明明资质不错，没想到竟这般不堪。第一个幻境关卡已经够简单了，只要不动色心，便可轻松通过。哪怕临时逃跑，都可以解释为生性谨慎所致。结果成了这个样子。现在这些年轻人呢？咦，你们看那边，有人完美通过幻阵第1关了。不错，他发现了此关卡的隐藏信息，确实算得上完美通过。这个齐大不被女色所惑，明察秋毫。虽然灵根资质差了一些，心性倒是不错。修仙之路凶险万分，处处都是陷阱与算计，稍有不慎就会生死道消。这个齐大遇事有勇有谋，倒是个不错的苗子。不错，自师祖作画之后，咱们落云谷日渐落寞。上次出现完美通过这个关卡的测试者，已经是9年前的事了。谁？那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们的大师姐白希柔，而且当时她年方10岁。你们看，又有一个人完美通过幻境的第1关了，是林震，他也发现了眼前的美女有问题。还有王陆川，他也做到了。齐大和林震倒也罢了，可王陆川是殷长老的外甥啊，这次考核几乎是殷长老一手操办的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若是提前把题目告诉王陆川，记忆屏蔽就会形同虚设。不过，咱们还是别乱说话。可恶！本来想着让我外甥在考核中一鸣惊人，借此直接进入内门，免去外门杂役的苦差事。没想到突然冒出2个心性极佳的新人，3人并列于一枝独秀，效果简直天差地别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已经基本摸清了这方幻阵的套路，简直就跟过家家一样。又一道测试摆在必经之路上，只要不瞎都能看见，这也太生硬了。50下品灵石，这也叫财帛动人心。我作为道子的阅历是1000上品灵石，1块上品换100中品，1块中品换100下品。这点破石头撒在路上我都嫌硌脚。看来这次考验的是贪婪，不过拿这点东西诱惑我，未免太小气了吧？虽然跟粪土差不多，但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这戏还得演下去。年轻人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包裹？老张，你既然什么都看不见，又是怎么知道我是个年轻人呢？小老儿虽然看不见，耳朵却特别好使。年轻人的脚步声轻快有力，小老儿一听便知。我刚才的确捡到了一个包裹，不过
你必须说出来包裹里面是什么，这样才能确认包裹是不是你的。包裹里面有55枚下品灵石。哦，不好意思，看来这个包裹不是你的。年轻人，你怎么能够不诚实呢？此地荒山野岭的，除了我之外，还会有谁丢包裹呀？请赶快把包裹交出来，老夫定会重谢于你。我刚刚数过了，包裹里面明明有50枚下品灵石，你却说有55枚，莫不是还想讹诈我5枚不成？对，50枚也可以，另外5枚就当是给小友的报酬了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我齐大做人向来坦坦荡荡，顶天立地，难道要贪图你几个灵石不成？你自己摸摸看，里面到底有多少灵石？年轻人，你看，是你数错了，里面的确是55块灵石，这下可以把它还给老朽了吧？看来真是我数错了。不过，我已经知道这个包裹真不是你的，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谎骗人呢？这个包裹明明就是我的。你可知道，这世间有种东西叫做掌纹，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不一样的。原本包裹上就有一对很新鲜的泥掌印，很显然是包裹主人留下的，而你的手掌明显比那个掌印小上一圈。为了再次确认，我刚刚在果布上撒了一层细土，你在数灵石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会留下更加清晰的手掌印。两相对比，掌印纹路截然不同，彻底证明了包裹根本就不是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我在寻找包裹时的随口一言，竟被有心人利用。那个老匹夫简直太可恶了。当时他问我丢了什么东西，我便答丢了一个包裹，里面有55枚灵石。本来以为可以有个帮手替我寻找，没想到竟被那老东西暗暗记在心里，用来冒充施主。还好小兄弟慧眼如炬，替我找回包裹，否则的话，真不知如何向府中交代。我家少爷在附近的仙门中修炼，近来迟迟不能突破境界。这袋灵石是老爷千辛万苦凑出来给少爷修炼用的。小兄弟，日后若有需要，请尽管来找我。这一大段公式化的对白 ，NPC 味儿也太重了。不过，这第2关我也算是完美通关了吧？幻境内第2个关卡考验的是诚实。那个老翁目瞎体弱，面对测试者没有丝毫抵抗之力，在这样的引诱下，依旧能保持诚实，便算是成功过关。还是完美过关。这名散修果真不凡，不仅没有见钱眼开，还不被花言巧语所欺骗，心智坚毅，智慧过人，绝非池中物。我看未必。这个齐大虽然表现不凡，但4灵根的修炼资质堪称低劣。如此资质，日后难有什么成就，并无太大的培养价值。大师姐，9年前你过第2个幻境时，结果是什么样的？我当时年幼懵懂，还真被镇灵那个老狐狸给骗了。只问了问灵石数量，数目对上就把包裹交出去了，得了个上等评价，而非完美。没事，那次大师姐才10岁，心智尚浅，如果现在测试，肯定比这个齐大强。未必，这关其实比上一关还要困难许多。除了要克服对灵石的贪厌，遇到弱者，人会本能地产生轻视之心，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翁不敢在自己面前说谎，只要出现一丝懈怠，就会失去完美过关的可能。这阵势，最后一个考验是爬山。没感觉，每上升一层台阶，身体受到的压力就会翻倍。照这样算下去，第100阶的压力简直恐怖，连最坚硬的筋筋都会被碾碎。我现在的极限大概是70阶，榨干潜力拼了老命，顶多再上3、4阶，但这毫无意义啊！我现在的目标不过是混个洛云宗杂役。犯不着自己给自己上强度拼命了，得研究研究，找个既能隐藏实力轻松摸鱼，
有能100%通关的办法。怎么回事？这齐大为何只走了10阶就退下来了？难道这就是他的极限？呵呵，这小子在前2关不是表现的挺神吗？没想到看起来年纪轻轻，身体还挺虚啊。不对，你看往台阶上扔石子，他应该是在寻找关卡的破绽。各位放心，寇道山乃是师祖亲自所设，专门用来考验道心毅力。只要是阵法之外的生灵，都会受到影响。幻境之中无法使用法器，无法凭空飞遁。即便他试图撑木架梯，亦或是挖石掘地，都不会有任何效果。总之，哪怕他突然长出翅膀来，也绝对飞不上去。幻境的第3关没有任何投机取巧的灵度，所有人都只能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。超过30阶就算合格，攀登50阶者评级完美。原来是师祖所设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仙神族果然英明神武。你不是不愿将包裹交给老夫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老张，别生气嘛，我身上有不少灵石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赚一笔？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前面有个小山坡，只要你把我给背上去，我给你100灵石。老头儿，走快点，不然待会儿把你的灵石减半。还有这种操作？老头连站都站不稳了，那小子还有脸让人家背他上山？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操！快上到第50层了，好像真有效果，简直太不要脸了！这算不算犯规啊？幻阵内的所有角色皆为阵灵前辈的力量所化，乃大阵最核心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寇道山上的禁制并不会对老翁起作用。齐大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让阵内角色背着他上山鱼目混珠，从而躲避阵力压制，在禁制不生效的情况下登顶。原来如此，这下全懂了。天哪，他是怎么发现如此隐蔽的漏洞的？原本以为这齐大虽资质低劣，胜在心性不错，勉强可堪造就，不曾想却是个偷奸耍滑之徒。西柔以为智慧也是实力的一种，虽然齐大在第3关没有显示出道心毅力，但他能迅速发现阵法的破绽，依旧值得钦佩。况且，这方幻阵归属落云谷所有，被人发现漏洞也是咱们自己的问题，怎能以此责怪他人？根据殷长老刚才宣布的规则，只要登上30阶便可通过考核。如今齐大已远超此标准，当然有资格成为我落云谷弟子。这小子真是把老夫的脸都打肿了。小友，老夫已经把你背上来了，灵石在哪儿？老丈辛苦了，您老还真是身体倍儿棒，老当益壮呀，晚辈佩服佩服。少废话，灵石拿来。灵石？什么灵石？是你说背你上山就能得到100灵石的报酬，你还想赖账不成？哦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不好意思，我是骗你的。什么？小贼，你居然敢戏弄老夫！我这人向来正直憨厚，恩怨分明，最受不得被人欺骗。你刚才在第2关骗了我一回，我当然也要骗你一次才算扯平，否则事后越想越气，岂不要亏死？小贼，老夫跟你没完！小兔崽子，本镇灵守镇3000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你这般不讲先德之徒。我知道分身辛辛苦苦把你背上山来，你连100块灵石都不给。若不是规则不允许，我老人家分分钟拿刀插了你！滚！以后再别来了！不就是搭个顺风车吗？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我都上到100层了，还遇到了镇灵，这关算是过了吧？这位师兄，我刚才好像遇到幻阵的镇灵了，
镇灵前辈亲自出手把我传送出来，是不是意味着考核通过了？大哥，千万别叫我师兄，你是我师兄才对。镇灵前辈已经有1000年时间没有现出真身了，你既然能引得他老人家亲自送你出来，小弟甘拜下风。啊？我还以为每个通关的人都会经历这一遭呢。看来不用自己爬山的感觉真爽啊！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奖励功法入门100逆袭积分，8粒上品聚气丹，300下品灵石，奖励已自动发放至系统空间内。这种简单浅浅的破烂炼气功法，我随便扫一眼就能入门，完全不费吹灰之力。我堂堂太玄圣地道子，昨天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了一名光荣的落云谷杂役。本来以为做完任务就可以潇洒走人，结果系统居然接着发了个入门修炼的任务。这脑残系统，完完全全是按照原主的逆袭轨迹发布的。这就意味着，想要继续接任务薅羊毛，我他妈就必须留在这儿当杂役，简直离大谱。丁，宿主初入落云谷，实力弱小，无所依靠，想要逆袭为时尚早，当前必须努力修炼以提升自己。本系统将会是你走上强者之路的坚强后盾。新任务发布：炼气3层，任务目标：继续修炼和气经，在1个月内将修为提升至炼气3层。任务奖励：150逆袭积分，3粒极品聚气丹，初阶防御法器磐石镜，500下品灵石。又是这种纯送分的智障任务，我现在的修为早就远远超过炼气3层了，这答案不是早就填好了吗？我就躺在这儿，静静的等奖励到账。一刻钟过去了，怎么还没提示音？怎么回事？哥，原来继续修炼和气经这句话不是废话，居然是完成任务的前置条件。这傻子系统，任务描述各种不着调，提要求的时候倒是严谨的很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。我这即将冲破天际的血压，不行，我得出去透透气。这里还挺香呢。大师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初来乍到，怕惊动落云谷里的老怪物，没敢铺展身世。灵觉居然迟钝了这么多。白希柔可是掌门之女，内门真传之首，想在这儿混下去，绝对不能得罪她。才1日没见，你就突破到炼气3层了。莫长老赐下的和气经颇为玄奥，昨日夜里我参研一宿，终于侥幸突破到炼气3层。完成上个任务后，我特意把外路的修为调整到了炼气3层，没想到刚出门就被他看破了。齐大，不知你对镇灵前辈印象如何？那个镇灵见人就骂，脾气不怎么好，其他的就不清楚了。镇灵前辈隐居不出已有1000年之久，师祖座下后，你是唯一一个让他出面的人。怎么又提这事？太玄圣地的护山镇灵是神兽，被封为祖师，地位尊重。听白希柔的意思，落云谷跟镇灵的关系好像不太对付。原本幻生乾坤镇的镇灵与仙师祖兄弟相称，关系莫逆。可是不知为何，师祖仙去之后，镇灵前辈就态度大变。除了每隔3年派分身考验入门弟子外，对谷中其他事务毫不关心，连带着宗门大阵也威力大减。我想请你帮忙，把镇灵前辈从阵法中枢中唤出来，问问他老人家究竟为何如此。啊！再去见一次那家伙！师姐，
你没看出来镇灵对我极其不满意吗？那老头恨不得拿刀插了我。你派我过去，确定不是在火上浇油？齐师弟，你至少有能力让镇灵前辈露面，单凭这一点，洛云谷内的任何人都做不到。好家伙，黑粉也是粉是不？确实，相比于被完全无视，我这种跟镇灵结过仇的，反而更容易把他气出来。哼，这个大师姐你也知道，镇灵他老人家似乎对师弟我颇为不满。那家伙的实力强悍，若是动起手来，我可吃不消啊。齐师弟放心，你身上有洛云谷弟子的令牌，按照大阵规则，只要你不做出对阵法不利的举动，镇灵前辈就绝不可能主动向你出手，否则将受到反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试试吧。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行，反正没危险，去会会那个镇灵，总比被拉去挑水劈柴强。跟这位大师姐搞好关系，以后在洛云谷的日子也能舒服点。就算不成也没关系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。齐师弟，这里就是宗门大阵的核心了。镇灵前辈，我是昨日参加入门考核的新弟子齐大，今日特来拜访，请现身一见。镇灵前辈，你能听得到吗？算了吧，齐师弟，看来镇灵前辈还是不愿现身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谢谢你能陪我过来一趟。好吧，本来我还想来归还那100灵石呢。既然此地主人不在，那咱们就先回去吧。灵石在哪儿？快拿过来吧！镇灵前辈，晚辈这里……小姑娘，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没有欠我灵石，我老人家又不是乞丐，缺你这点灵石吗？本镇灵争的是一口气。是晚辈冒昧了，还望前辈息怒。小兔崽子，快将灵石还来！好说好说，不过在归还灵石之前，晚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前辈解惑。什么问题？别磨磨唧唧，痛快点，有话直说。真没想到，这个困扰洛云宗1000年的难题，居然真的在他手中迎来了转机。前辈身为宗门大阵的镇灵，却对洛云谷中的后辈们不管不问，不知他们如何得罪了前辈，竟让前辈这般厌弃。说我不管不问，你也不问问白燕举的那群不肖子孙究竟做了什么好事，就跑来质问我。镇灵前辈，白燕举正是晚辈的元祖，晚辈曾浏览过宗门所藏的全部秘档，可以向前辈保证，自1000年前元祖仙逝到现在，其后任者向来对前辈尊敬有加，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对不起前辈的事情。晚辈可以当场立下天道誓言，若有丝毫欺瞒，必遭天谴，还望前辈明察。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小女娃，那我问你，这一代的洛云谷掌门是谁？家父白层武于100年前继任掌门之位。他是什么修为？家父的修为是元婴后期。这么低？那现在谷内修为最高者又是谁？启禀前辈，家父已经是谷内修为最高的人了，后人资质愚钝，有负先祖所托。洛云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化神修士了。当年白燕举可是堂堂炼虚境修士，威震一域，没想到后人一代不如一代。1000年了，你们可知道这1000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究竟发生了何等惨剧，才让一个活了几千年的镇灵伤心至此？我与白燕举以兄弟相称，交情莫逆。当年他寿元耗尽而死，临终前还托付我照顾好他在洛云谷的后人。他死后不久，我也迎来了一场镇灵劫，在劫气冲刷之下陷入了沉面状态。可是等我醒来的时候，趁我专心渡劫之际，不知哪个杀千刀的贼人潜入了阵法的核心区域，把我多年来所有的积蓄搜刮了个干净。当时我刚刚度过镇灵劫，正处于虚弱状态，急需大量的天材地宝恢复灵体。
可回到洞府后，却发现洞府被盗，连根鸡毛都没有留下。更加过分的是，这1000年来，每当我渡麒麟劫的时候，那个恶贼就会过来将我的洞府洗劫一遍，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。什么？因为总是没有足够的天材地宝及时恢复灵体，我的修为活成化神巅峰，降到了化神中期。历来只有落云谷掌门才能掌握进入阵法中枢的钥匙，这件事肯定跟你们落云谷的人脱不了干系。要不是碍于大阵规则，我早就去找那个恶贼算账了。你们2个居然还有脸来质问我！原来是家被偷麻了，怪不得之前为了100块下品灵石就大动肝火，原来是真的穷啊！每次渡劫都被洗劫一空，这窃贼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您怎么不通知宗门呢？本镇灵又不是老糊涂，你们落云谷的小辈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通知你们做什么？在看你们演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吗？前辈，您也许是误会了，此事并不一定与我们落云谷有关。哼，不用说了，除非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不是落云谷做的，否则别想本镇灵再给你们好脸色。镇灵前辈，您下次渡镇灵劫是什么时候？你想做什么？晚辈准备调查此事，让这桩悬案真相大白。你半年之后，我的镇灵劫便会再度降临。你不过是个筑基后期的小辈，拿什么调查？镇灵前辈放心，虽然西柔现在实力低微，但也不愿落云谷诸位同门蒙受不白之冤，必定竭尽全力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对了，臭小子，你刚才不说要还灵石吗？快回来还呀！下次一定。小兔崽子，你又骗我！这1000年来，每次都能准确掌握镇灵渡劫时间，还坚持每隔100年光顾一次。这窃贼的精神状态绝对有问题，逮这个受害苦主往死里薅，简直缺了大德。这次多亏有齐师弟帮忙，我才能知晓镇灵前辈的心结所在。此事对宗门意义重大，我会禀报莫长老，让他为你在考功阁记一大功，到时宗门会有专门的赏赐发下。大师姐客气了，这种小事不值一提。镇灵的事我可没兴趣掺和，赶紧完成落云谷的任务，调整状态，准备结鹰才是正经事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若是在外门遇到困难，可以到内门的玉竹峰找我。是林震，这小子居然被打成这样！慢着！齐大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否则连你一块儿打。我舅舅是入道阁长老，表哥是内门弟子，我在这外门就是螃蟹，横着走，还会怕你一个4灵根的废物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林震是我招，你敢动他，当然需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可没有欺负林真，不过是几个外门师兄出于好意，在考教他的功法进境罢了。就算你告到莫长老那里都没用，反倒是你，充其量不过是个4灵根的废物，仗着自己早修炼了几天，就敢在本少爷面前耀武扬威，当真是不识好歹。既然你要一个说法，那好，只要你现在跪下磕头求饶，本少爷就勉强原谅你上次得罪我的事。如若不然，我让你像林震一样，在外门混不下去。没错，快点老老实实给王少磕头赔罪，否则有你好看。王少，不如让我来考教一下这位新师弟的入门功法有没有练到家？
虽然这次没有任务奖励，但我还是想欺负一下你们这群弱鸡。这可咋办？你们看，这只手像不像一个大嘴巴子？这家伙在说什么疯话？小子，找死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起不来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没有控制好力道，一巴掌把你打抽筋了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帮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混蛋！还有，快扶我起来！竟敢对王少出手，今日非要给你点颜色瞧瞧！肉身力量的掌控愈发完美了，在这落云谷里不好弄出人命，只断他们几根肋骨。唉，现在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如何避免一拳把人打死。没有动用一丝真气，暂凭肉身力量，瞬间秒杀3个炼气5层以上的修士，这他妈还是不是人？他不是散修吗？散修的炼体修为都这么凶猛了？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齐大行走江湖，除了寻真问道之外，还略通几门拳脚功夫。如果还有不服的，大可上来切磋一番。别管他了，咱们走。快走，快走啊！七哥，谢谢你帮我教训他们。不过，你以后最好还是别再管我的事了。王陆川的亲舅舅是这里的金丹期长老，我不想连累你。那些人越是这样欺负我，就越证明他们其实是在色厉内荏。我就不信了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还能把我打死不成？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只要我临阵有一口气在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今日受到的屈辱加倍奉还回去。啊，这特么是什么神经脑回路？你明明知道人家背靠金丹长老势力庞大，还非要死磕着拜入落云谷，这不是犯贱找虐吗？换个宗门，苟着发育不好吗？还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人家随便耍点手段，你能活过3年都算人间奇迹。算了，也许就是因为脑回路奇葩，才有资格当气运之子吧。一般人还真学不来。启禀长老，昨日那批新入门杂役弟子的差事已经安排妥当，请您过目。好，拿来我看看。把那个叫齐大的新弟子分配到药田，让王陆川去喂养灵兽，其他不变。看守药田可是个清闲且灵气丰富的美差，向来铁面无私的莫长老，居然主动把一个新弟子安排过去，难道这齐大也是个关系户？属下遵命。没事的话，你先下去吧。这是在搞哪出？莫长老，我要举报齐大修炼邪术，残害同门，你可要为弟子做主呀！邪术？胡闹！你这小辈满口的痴言妄语，
这不过是分筋错骨、点穴闭气的寻常手段罢了。就算放任不管，过些时候自己就好了，哪里是邪术？哼！谢长老救助之恩，那齐大的确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弟子一巴掌，还打。好了就快走，以后别再这么毛躁，口不择言。若再有污蔑同门之举，老夫必不轻饶。是，弟子明白。王少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件事没完，我现在就去一趟内门，请求表哥出面教训姓齐的那个混蛋。还有，等会儿把柳莹莹那个女人带去见我。丁，你费尽千辛万苦加入了修仙宗门落云谷，修行之路逐渐步入正轨。突破炼体3层后，距离达成心愿又近了一步。内心之中，你渴望以筑基修士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回到家族，打脸所有看不起你的族人。现在，你需要继续努力，在这群杂役弟子中崭露头角。新任务发布，请在落云谷后山猎杀一斗炼气境妖兽，妖兽实力至少为炼气3层，任务难度3颗星，任务奖励150逆袭积分，5粒上品回春丹，300下品灵石。这逆袭系统的套路，我算是彻底摸清了。只要不断做任务，资质、丹药、法宝应有尽有。在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保姆级扶持下，哪怕宿主是头猪，都能原地起飞。明明系统这么给力，我怎么就是开心不起来呢？自从这狗系统来了之后，哥们儿这点为数不多的节操，算是彻底碎成渣了。齐大，从今日起，你就负责在康长老的药园做事吧。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可以向药园内的师兄师姐们询问，但切记要谨守本分。若无允许，不得私自采摘灵药，违者必受门规严惩。谢执事师伯提点，弟子一定会尽心尽力。平时除了拿令牌索要的人，外人都进不来。这份好差事之所以能落到我头上，肯定是那位美女大师姐的功劳。那好，你在这里好好干，有事可以到外门执事房找我。刘师侄，你带他熟悉一下药园的环境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是，执事师伯。这位师弟，我叫刘铁，是负责守药园的外门弟子。你初来乍到，先带你在此地逛逛吧。那就多谢刘师兄了。居然劳烦牛执事亲自相送，可见师弟在外门备受重视，可谓是前途无量呀！笑里藏刀，他这番话看似夸赞，实则是在试探我的底细。如果这时候装弱，以后药园里的脏活累活肯定全砸我头上。师兄过奖了，承蒙莫长老厚爱，专门点名让师弟我帮忙打理药园，实在是荣幸之至。我到现在还心中惶恐，只盼早日报答莫长老的恩德。有后台就得大大方方承认，反正我是陈述事实，至于你怎么脑补，就不关我的事儿了。齐师弟有这份心就好，你我皆属同门，那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师兄我一定义不容辞。药园紧邻后山，后山里养不少妖兽，主要是给弟子们练手用的。基本都是炼气境，咱们药园还有一名筑基境的内门弟子负责守卫，防着妖兽来祸害灵药。这座药园属于丹阁的康长老，他老人家常年闭关炼丹，不问俗事。你千万记住，没事绝对不要接近那座小楼。内门的真师姐住在里面，她最不喜欢有人打扰。师弟记下了。谢师弟，你就先负责打理这片碧叶草吧，只需在每日早上用旁边那泓灵泉的水泼洒一遍即可。
其余时间都能用来修炼。多谢师兄安排。浇个水半个时辰都不用，这活简直清闲到过分。正好有大把时间去刷系统任务攒积分。童子，希望你接下来稳住别浪。丁，宿主成功猎杀人生中第一只炼气境妖兽，任务奖励150逆袭积分，5粒上品回春丹，300下品灵石。今天工作太累，不小心迷了路，又不小心踩死了一头炼气8层的熊，就当给自己加个餐了。丁，宿主成功收集到人生第一株100年份的天才地宝，任务奖励150逆袭积分。丁，成功布下第一座初级阵法，奖励200逆袭积分。丁，战胜炼气6层的强敌，完成第一次同门切磋，奖励300逆袭积分。丁，成功掌握第一门术法，奖励300逆袭积分。童子，你这是咋了？新任务呢？快刷新任务，老子要接任务。好不容易找到点速通任务刷分的快感，怎么突然卡壳了？难道前几天我用力过猛，把这狗系统给榨干了？丁，请宿主稍安勿躁，第一次系列新手任务正式结束，本系统正在为您自动生成下一阶段任务。筒子，你不给力？等等，自动生成？难道说我终于苦尽甘来，接下来的系统任务画风会变正常了？筒子，生成任务的时候一定要睁开眼，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呀！你如果真能改好，哥们儿保证再也不骂你了。来了！那个杂役弟子齐大就住在这里。你们找我做什么？齐大，你的事发了，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暴露了！要是太玄圣地道子的身份泄露，落云谷的任务就全完了，回圣地也没法交代。难道要赶在事情传开之前，把这几个人全宰了灭口，或者强行洗掉他们的记忆？哼！齐大，你站在这里装什么无辜呢？不怕告诉你？既然请你过去，正定是掌握了切实的证据，证明你勾结临阵盗取药源的灵药。现在让你过去对质，不过是给你一个老实交代的机会。门规森严，可不会管你是谁。啥？盗取灵药？吓死爹了！我还以为身份暴露了呢，原来是场误会。还好刚才没一时冲动大开杀戒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在下刚才被这阵势给吓到了，若有失礼之处，请多包涵。不过我真的没有偷盗灵药，一定是有人在诬陷我。少废话，快跟我们走。七哥，我也不知道屋里什么时候多了一捆碧叶草，一定王陆川在陷害咱们。胡说八道！碧野草是在你自己屋里面被发现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俗话说捉贼捉赃，如今人赃并获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姓王的，你陷害我还不够，居然还想把齐哥拉下水，真是够无耻的！原来是你，怪不得你这2天总往我住的地方跑，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心转意了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在设计害我。林震，我之前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枉我还和你做了多年好友，当真是瞎了眼。你还是快点承认吧，这样才能求得执法堂从轻发落。安静！大庭广众之下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齐大，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？怎么回事？莫长老向来铁面无私，这语气怎么这么客气？情况不妙啊！回禀莫师伯，此事与我无关。
齐大，你别狡辩了，你负责管理药园中的毕业草，如今在你同门好友的房间内搜出了10多株新采摘的毕业草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？聂师侄，你不用再问了。既然齐大说过不是他做的，那就不太可能是他。我让你带他过来，不过是让他当众澄清一下罢了，免得事后传出些流言蜚语。齐师侄，咱们落云宗向来有功必赏，你现在可以当众说说，前日里宗门给你了多少赏赐？弟子在侥幸之下立下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功劳。没想到宗门特地赐下3000灵石、50粒上品聚气丹，外加一件中阶法器，弟子实在是愧受了。3000灵石，50粒上品聚气丹，还有中阶法器，这小子到底立了多大的功劳？毕业草乃是炼制聚气丹的主要材料，在仿制中极好出手。但这10几株毕业草，大概也就值个4、5块灵石。你们说，一个刚刚得到了3000枚灵石的人，会不会为了区4、5块灵石，冒着被废除修为、逐出宗门的风险，去搞什么监守自盗的把戏？确实，杂役弟子每月月历才2块灵石，3000块灵石相当于150年的利钱。怀揣巨款的人，绝不可能为了4、5块灵石监守自盗。除非这齐大是个追求经济刺激的变态，但他可是心性完美通关的，怎么看都不像啊！我刚才早就说过，我跟齐哥是被人陷害的，根本没偷过什么碧萱草，快点把我放了吧！老实点。不管怎么说，毕业草都是从你房中搜出来的。就算这件事情不是齐师弟做的，也和你脱不了干系。你一个杂役弟子，根本没办法进入药园偷取灵药。我劝你还是趁早交代同党是谁，否则我们现在就把你扭送到执法阁。到了那边，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我看你们执法阁也不过如此。连这么简单的栽赃架线都识破不了，放肆！齐大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炼气圆满的修为，竟然在这个杂役弟子手中毫无反抗之力！你竟敢对师姐出手，快放了翠兰师姐！我这位好友有没有盗取碧芽草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，不如用事实说话，彻底让这个案子水落石出。碧梧草乃是炼制聚气丹的重要材料，用量巨大。我在药园的工作就是打理一片碧梧草田，若是有幕后黑手想要栽赃嫁祸，那么这捆碧翼草绝对是从那片灵田中采摘出来的。而我每天辰时上职，有时会住处休息，一天的12个时辰中，我有6个时辰不在灵田。因此，摘下这些碧翼草的人，肯定是趁我不在时动的手。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你都不在现场，怎么可能知道是谁干的？谁告诉你不在现场就没法指控犯人？我这人的责任心比较强，向来是干一行爱一行。既然宗门委派我照顾灵田，自然要尽职尽责。为了监测碧翼草的长势，防止灵田出现问题，每日下职后，我都会在田边的大树上放一枚下品流影符。这样的话，假如有人偷偷进入摘取碧梧草的话，肯定就会被流影符拍到。这枚就是昨天晚上的流影记录了。因为刚下职就被你们叫了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看呢。我操！流影符居然还能这么用？谁会无聊到拿流影符去拍一片草地啊？一枚下品流影符至少3枚灵石，1个月90枚。杂役弟子月入才2块，这家伙干1个月净亏88块灵石。不过一想到他刚拿了3000灵石巨奖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既然如此，拿来我看看。文涛师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操！
怎么会这样？莫长老，不用查刘影符了，这些碧包草是他摘的。莫长老饶命啊！这不关我事的，是王陆川见我在药园当值，给了我10块灵石，让我在药园偷摘碧叶草。我也是鬼迷心窍。姓文的，你别乱攀咬，我都没见过你，你说是我指使你做的，有证据吗？王陆川，你不能不承认啊！当初是你派人给我送了10个灵石。够了！你是指把文涛带去执法阁仔细审问，务必要查明真相，对违反门规者严惩不贷。至于林震，鉴于目前事实不清，证据也不确凿，暂且将他放了，等事情调查完毕再做决断。弟子谨遵莫师伯法旨。你小子都炸到老夫头上了，给我个空白留影符是什么意思？要是文涛最后不露出破绽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哪能呀？您老铁面无私，明察秋毫。见您拿起留影符，那些个魑魅魍魉吓都吓死了，怎么可能不露破绽？空岛！七哥，这已经是你第3次帮我了，此番大恩大德，小弟感激不尽。你我兄弟，何须眼线？七哥，你对小弟恩重如山，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。换做旁人，我还真不信能有什么情报能让我这太玄道子感兴趣。但七允之子开口可不一样，就算他现在说自己过2天就要飞升成仙，我也得先信一半。此处人多眼杂，还是去我那里说吧。林兄弟，有话尽管说。七哥，你看管的那片种植着碧影草的灵田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都在那儿待了5、6天了，连个虫子都没发现异状。如果真有问题，我却没察觉，那就证明这东西层次极高。什么问题？小弟曾经在一本古书上看到过，凡草木之灵出没之地，必生先天异物之气。今日我就从那10多株碧色草上发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玉木之气，这就意味着那块灵田中很可能是隐藏着一尊已成气候的草木之灵，至少也有7、8千年的岁数，甚至万年。万年草木之灵，洛云谷这破地方一块普普通通的灵田里，竟然藏着这等神物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大城期老怪都得撕破脸皮过来抢。一株万年碧霞草，足以让人灵机淬体，修为大进。不愧是气允之子，不过是稍稍帮了他几次，居然就爆出这么大的回报。多谢林兄弟提醒，我会想办法调查这件事的。若是灵田内真有一株万年灵草的话，绝对少不了林兄弟的好处。七哥，你误会小弟的意思了。如果此事为真，你可千万不要得罪那位前辈。虽然草木之灵往往性格胆小，战力低下，极少主动伤人性命，但也不是咱们这些炼气境修士能够招惹的存在。你在药园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切勿鲁莽行事呀。我会注意的。或许我真该在灵田周围放个留影佛探探虚实，不过在此之前，还得先把那个坑爹任务给完成了。
说好的画风要变正常呢，怎么越来越歪了？这他妈是什么弱智任务？任务目标找到了。你这个不长眼的家伙，竟然敢打扰你虎爷爷休息，活腻歪了吧？快滚，否则虎爷我活吞了你！你就是内门徐长老的灵宠赤焰虎吧？不对，你连虎爷我都不认识，肯定不是这里的杂役，竟然擅闯虎爷的地盘，虎爷我今天饶不了你！别打了，我认输，我错了，求求您饶了我，我不是赤焰虎，我叫黑煞虎，是内门杨长老的灵宠。你这杂毛畜生，居然还敢骗我！看来还是没把你打服。我没骗你，我真是黑煞虎啊！哼，再狡辩！别打了，我服了，真服了，我承认我就是赤焰虎，总行了吧？这赤焰虎已经被我打服了，任务算是完成了吧？丁，因为在宗内没有靠山，你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灵兽峰做杂役，负责喂养内门长老徐州的灵宠赤焰虎。丁，赤焰虎乃是筑基境灵兽，向来桀骜不驯，对你百般刁难，严重威胁你的杂役生涯。丁，任务目标，请宿主通过自身努力教化赤焰虎，让它变得驯服起来。任务难度4颗星。丁，任务奖励400逆袭积分，1粒极品培灵丹，500下品灵石，获得天赋万灵亲和。因为世界线变动，我被分去了药园，只能半夜来私教。不过，拳脚感化这招果然见效快。你还不服气？大哥，我不，小的真服了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别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让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，你说我叫狗蛋都行。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就不打你。我叫黑煞虎，是内门杨长老的灵宠。赤焰虎住我隔壁。干，还真是找错虎了。他妈落云谷的长老们是不是有病？没事养这么多老虎干嘛？你刚才怎么不早说？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教化赤焰虎，奖励400逆袭积分，1粒极品培灵丹，500下品灵石，获得天赋万灵亲和。莫正阳不过是个金丹后期，这也就是我昨晚敢大摇大摆潜入灵兽峰揍老虎的原因。好在有惊无险，任务顺利完成。今天心情不错。林震说这里有先天乙木之气，甚至藏着万年草木之灵。我倒要看看这神物到底长什么样。叫了一圈，什么都没发现，全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毕业草。有人在盯着我，这道目光极其隐秘。如果不是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和警惕，根本察觉不到。能够做到无声无息的窥视我，这人绝不简单，修为至少在元婴境以上。果然，这神秘的窥探者不是在针对我，而是在监视这片灵田。如果是落云谷的高手，前几天文涛偷药的时候，他怎么不出面阻止？见过大师姐。启师弟，这些日子你在药园做事，感觉怎么样？习不习惯？多谢大师姐挂怀，
我在这里挺好的，活儿也不累。开心就好。我知道你和林震昨日被人栽赃诬陷，虽说最后真相大白，没让那些奸邪之徒得逞，但这对宗门来说毕竟是件丑闻，所以执法阁查清真相后，只追究了个别人的责任，并没有牵连过甚。怎么说？杂役弟子文涛未经许可偷摘灵药，罚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新入门的杂役弟子柳莹莹故意将灵药放在临阵房中，试图嫁祸，逐出宗门。从犯和帮犯直接被一棍子打死，那主谋呢？至于首恶王陆川，认罪态度良好，又有几个内门长老亲自为他说情，责令他赔偿受害者1000灵石，并罚其在灵寿峰做1年苦役。苦役期间停发阅历，以观后效。好家伙，有后台的主谋被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；没后台的从犯直接逐出宗门，彻底身败名裂。这他妈实在是太社会了。王陆川家里穷的只剩灵石了，1000灵石算个屁。他本来就被发配去了灵寿峰当杂役，这惩罚4舍5入约等于没有受罚呀。齐师弟，王陆川乃是少见的双灵根天赋，不少内门长老都对他寄予厚望，因此执法阁才网开一面。如果还有下次，就算得罪那些长老，我也绝不会继续姑息纵容。大师姐多虑了，我对宗门的处理没有意见。论宫斗段位，王陆川这种战五渣根本不配入我的眼，留着他不过是为了给林震当踏脚石，顺便给我刷点支线任务罢了。他要是再敢像苍蝇一样来烦我，我不介意顺手拍死他。这就好。齐师弟，关于镇灵前辈洞府失窃那件事，我已经可以确定，绝不是同门之人所为。进入宗门大阵核心的钥匙一直珍藏在藏宝阁最深处，1000年来没有任何人动过。没有钥匙，想要进入大阵核心，不仅需要极高的修为，还需要通天彻地的阵法造诣。如果落云谷真有这等人物，宗门也不会衰落至此了。白希柔的判断没错，能悄无声息潜入大阵核心的阵法大师，怎么可能看得上真灵那点穷酸的3瓜2枣？这窃贼到底图啥呀？我带你去认识一下真师妹吧，她是在此地守护药园的内门弟子，你在药园遇到困难，可以找她帮忙。这就奇怪了，像白希柔这种天资横溢、容貌出众的女修，堪称完美的道侣模板，放在修仙界不知会招来多少舔狗。我现在不过是个最底层的杂役弟子，外露资质才4灵根，长相更是路人甲，他怎么看都不太可能对我青睐有加。难道他眼光特别，就好这一口？看来男孩子出门在外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真师妹的主要职责是防止从后山跑过来的妖兽侵袭药园。她的住处在药园外围与后山交界处，离灵田有很大一段距离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前日夜间文涛才有机会偷摘碧燕草。另外，玉燕师妹心喜清静，平日里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。不过我与她情同姐妹，由我带你去见她一次，以后她肯定不会拒绝你的求助。多谢大师姐费心。大师姐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找我？我领了个新人弟子来见你，以后他就在药园做事了，还望师妹多多关照。既然是大师姐带来的人，我自然会照应一二。见过真师姐，这女人有筑基中期的修为，长得普普通通，毫无特殊之处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她有些不对劲。哪里不对劲？还是进来说话吧。不用了，我这次过来除了介绍新师弟，主要还是想看看你。真师妹为了守护药园，已经在此偏僻之处幽居3年，可谓是劳苦功高。过2天，我打算请求徐长老把你调回内门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不用，千万别，
大师姐，请你千万别和徐长老提及此事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不喜欢在外抛头露面，这里正好适合我远离喧嚣，静心修炼。待再长时间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唉，那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日后你若生出调离之心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对于内门弟子来说，看守药园绝对是苦差事，不仅要日夜死守，还得防着后山妖兽。面对调回内门的大好机会，他居然表现得如此抗拒和紧张，这反应太反常了。结合之前那种被隐秘窥视的感觉，这个女人绝不简单。表哥，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林震和齐大那两个混蛋不仅屡次欺辱于我，这次更是被他们反咬一口，弄得我灰头土脸，连柳莹莹那个女人都没有保住。他们明明都知道你是我表哥，还这般肆无忌惮，这是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啊！如果不报仇雪恨，我岂能甘心？连这么简单的栽赃陷害都不会，搞得漏洞百出，丢人现眼，真是个废物。这次若不是我爹亲自出面保你，你早就被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了，哪里能站在这里胡言乱语？表哥教训的是我一时糊涂，谁能想到那齐大居然如此狡猾？闭嘴！你自己蠢，就不要觉得别人跟你一样蠢。我听人说，白希柔对那个齐大颇为关注，还特地去外门寻了他几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表哥，我也听说了，大师姐在入门第2天就去找齐大了，谁知道呢？两人还一同离开了外门，过了很长时间才返回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了。没过2天，齐大就被莫长老亲自安排去了药园，肯定还得了一笔重赏。不用想就知道，这事儿肯定和大师姐有关。咱们落云谷又不是邪魔外道，同门相残时安是大忌中的大忌。就算是我，也没办法直接对那小子出手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在灵兽峰负责喂养灵兽，那些灵兽一个个野性难驯，哪天突然暴起伤人，也不是不可能。你趁着给灵兽放荒的机会，把那头筑基境的赤焰虎带到齐大返回筑主的必经之路上，然后把这枚丹药齐师弟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两位师兄，我是来找莫长老的，麻烦通传一声。齐师弟，莫长老让你进去。多谢师兄。齐师侄，你来找老夫，所谓何事？这小子不仅心性极佳，脑子也灵光，可惜了，是个4灵根，注定道途艰难。你怎么都炼气4重了？这小子入门时才炼气2层，不到10天连破2境，达到炼气4层，这修炼速度闻所未闻。这他妈是4灵根！上次您赐下的50枚上品聚灵丹果真管用，弟子吃完后感觉灵力充沛，精神饱满，侥幸突破了2级。聚灵丹能让一个4灵根10天升2级，你真当老夫是3岁小孩啊？
罢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你今日找我，应该还有别的事吧？晚辈此番前来，确实是有一事相求。说。晚辈听闻，半月后宗内将会举办外门大比，大比前10名可以直入内门。弟子心向往之，希望能参加这次大比，还请您老能够允许。你要参加外门大比？宗门虽然不禁止杂役弟子参加大比，但你们这批弟子不过刚刚入门，今年就参加，有点勉强了吧？按照往年的情况，想要进入前10，至少也要有炼气9层的修为。你目前的修为只有炼气4层，贸然参加的话，也许连第1轮都过不去。晚辈不过是想在大比上见见世面，积累些实战经验。至于能不能赢，真无所谓，重在参与嘛。也罢，既然你执意要去试一试，那老夫就给你这个机会。等下你拿着我的令牌去牛执事那里报名就行。多谢莫师伯成全，你且先下去准备吧。就算没有系统任务，我也得想办法尽快混进内门。成了内门弟子，才能名正言顺地接宗门任务或者出去游历，还不影响后续任务。丁，半个月后，落云谷将会举行每年1次的外门大比。大比前10名不仅能直入内门，还能获得相应赏赐。对你来说，是一个摆脱杂役命运的重要机会。任务目标：取得参加外门大比的资格，并在大比中获得前10名。追加奖励条件：在外门大比中震惊4众，斩获头名。任务奖励：500逆袭积分，15粒极品聚气丹，1粒极品筑基丹，1000下品灵石。追加奖励：适当提升宿主的灵根资质。再一次提升灵根资质，我现在的资质已经够离谱了，要是再提一次，该不会直接触碰到传说中仙灵根的领域吧？几十万年来，无人飞升仙界，传闻只有身具仙灵根或拥有仙元，才能正得仙位，长生逍遥。这继续强化灵根的绝世机缘，我齐元绝不能错过。齐大，你这次死定了！表哥的计策果然高明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蹦跶。赤焰虎突破在即，急需滋补。为得到那瓶上品兽灵丹，杀个炼气境的杂役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只要你一死，临阵那小子也将独木难支，很快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这蠢货，想死是吗？死到临头还表现得这么硬直，难道这样死的比较有尊严一些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哼，是吗？啊，是我眼花了吧？这可是筑基中期的赤焰虎，战力绝不逊色于筑基后期修士，居然被一个炼气4层的杂役吓尿了。谁他妈让你随地大小便的？恶心死了！快点滚回去！不真实，这太不真实了！虎爷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我舅舅可是金丹境长老殷望群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殷长老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刚才差一点把老子给害死，这次老子才不管你舅舅是谁，
就算宗主亲至，也救不了你一条命。你不死，虎爷我今晚就要死了！不要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听说了吗？徐长老的赤焰虎狂性大发，把王陆川给咬死了。王陆川可是入道阁长老的外甥，还是双灵阶，这下事情闹大了吧？经执法阁查明，杂役弟子王陆川因遭受执法阁处罚，心生怨恨，长期虐待徐长老之爱宠赤焰虎，并克扣其口粮。赤焰虎因饥饿难耐，奋起反抗，致使王陆川意外身亡。这告示除了死者的名字，其余全是胡编乱造，但偏偏逻辑完美闭环。执法阁长老压了入道阁长老一头，直接把黑锅全扣在死人身上。王陆川真是心胸狭隘，连畜生都虐待，简直丧心病狂，活该被咬死。大部分弟子居然还都信了。王陆川要是地下有知，估计能气得当场诈尸。不过，这也省了我的事。敢算计我？昨天遇到老虎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被判了死刑。我不过是借虎杀人罢了。王陆川那个恶贼死了，哈哈哈哈！真是苍天有眼。只可惜不是我亲手宰的他，让他这种人渣死得如此随意，便宜他了。他会有今日的下场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其实这样也挺好，免得脏了咱们的手。天道轮回，善恶有报，只是没想到，竟是一只灵兽了结了他的性命。人世无常，莫过于此啊！这或许就是天意吧。不对劲，这小子居然已经炼气3层了。功法路数连我都看不透，甚至连说话方式都变了，拽起文采来一套一套的。难道他那枚神秘戒指里真有个随身老爷爷在教他？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？父亲，这些话千真万确，确实是孩儿让表弟借赤焰虎之手除掉那个齐大的，只是没想到。知道你这次错在哪里吗？孩儿不该唆使表弟谋害同门。愚蠢！比起咱们现在要做的事情，谋害同门算得了什么？但千不该万不该，还在这种时候把赤焰虎那个孽畜牵扯进来。赤焰虎虽然算不得什么，但他身后的执法阁长老徐州可不是好招惹的。这次王家嫡子王陆川身死，无论是那个齐大搞的鬼，还是赤焰虎出尔反尔，从王陆川手中杀人抢丹，都会导致为父提前对上徐州那个老痞患，平白数以强敌。近些年，为父在谷中苦心经营，结交到不少助力。你可倒好，给我捅了这么大篓子，实在是蠢到家了。父亲息怒，孩儿知错，以后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。你知道厉害就好。100年来，我为落云府殚精竭力，没想到却被执法阁如此羞辱。看来之前的选择才是对的，只有投靠圣宗，才不必养别人毕生，受尽屈辱。齐大、赤焰虎、莫正阳，还有徐州那个只会护短的老东西，统统都该死。事已至此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挡路的全部除掉。您的意思是？为父冒着家族覆灭的危险为圣宗做事，如今遇到难处，圣宗总不能坐视不管。那位圣宗真传在药园蛰伏已久，现在是时候展露一交易的诚意了。那位魔宗真传展露出来的美貌和风姿，足以令任何男修疯狂。只是阴煞宗真传，岂是我这种小角色可以染指的？皇命要紧。暗中还有人在监视，
我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。要是不搞清楚来龙去脉，说不准哪天就在这小河沟里翻船了。装傻的前提是一切尽在掌握。我现在一头雾水，必须先探探水深再说。大哥哥，求你救！在地下什么位置？齐师弟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回禀甄师姐，这2天碧香草的长势不太好，我就想着多浇灌几次，免得影响到日后的收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愧是大师姐看中的人，做事就是细致周全。甄师姐谬赞了，实在愧不敢当。现在我已经把灵田浇过一遍，正准备回去修炼呢。原来是我打扰到师弟了。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刚刚没听到任何声音。哦，也许是我听错了。你回去早些休息，睡醒之后，你就会彻底忘记今晚遇到我的事情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好厉害的摄魂术！如果不是我有本命法宝护众神魂，刚才差点就着了他的道。阴煞宗之4大邪派牛耳，规矩森严，残酷狠辣。门下的魔修精通各种诡谲秘术，他刚才使出的绝对是阴煞宗的镇派典籍森罗幻音大法，至少也是核心真传。要不是我演技过关，现在已经大事不妙了。要是在他面前暴露了太玄圣言道子的身份，哪怕我能逃脱，也会惊动落云谷，后续的系统任务就全完了，这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目前看来，这个阴煞宗女修显然不是冲我来的，她目标很可能就是那株万年灵药。既然知道了监视者是谁，只要我谨慎些，倒也不用担心他突然发难。丁，宿主达成隐藏条件，新支线任务激活。落云谷药园中，一株即将成为万年灵药的幻星草正被阵法围困，请宿主找到幻星草被囚禁的位置，并在3个月内破除封印，救出幻星草。此任务为支线任务，可放弃。任务难度5颗星，极度困难。任务奖励：完成任务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以下2种路线。路线1：翻脸无情，动手把万年幻星草捣碎成药。服下后，宿主将收获1次灵机贯体的机会，修为大进。路线2：主动放生，完成后将得到万年幻星草的感激与认可，同时获取1缕天道之气。注意，进行此任务时会得罪修士季婵儿，一旦被他发现，将必死无疑。建议宿主放弃此任务。原来刚才求救的就是那株万年幻星草，他之所以敢冒险联系我，估计是因为那个万灵亲和的天赋起了作用。第1种路线，狗都不选。太玄圣地多的是天才地宝，靠这种东西强行拔高修为，会导致法力驳杂不纯。以我的资质，有那时间去提纯法力，还不如自己修炼来得快。真正让我动心的是那1缕天道之气。这缕天道之气刚好符合我的气质，这种机缘绝不能放过。至于系统警告的那个魔宗真传季婵儿，从他刚才流露出的功法层次来看，大概率是元婴初期，不足为惧。在系统眼里，我只是个炼器菜鸟，当然建议我放弃。但这任务我接定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是得先把外门大比的主线任务给做了，免得关键时候横生枝节。稳住，别浪。有人来了。
属下见过季真传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好好蛰伏，没事不要来找我吗？启禀季真传，属下按照您的指令，在落云谷内培植势力，收集情报，已经有了一些成果。可是近来，属下总是被宗中的一些对头排挤针对，致使事事不顺，威望大跌。属下自己吃点暗亏倒是没什么，可若是因此坏了圣宗的大计，那可就万死难辞其咎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想让我替你出头？原本不敢劳烦季真传您出马，只是属下如今在落云谷势单力薄，还望您能施以援手。好吧，我可以帮你解决那些麻烦。不过，如今我修炼一门圣宗功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，3个月后我会亲自出手为你扫清阻碍，甚至可以伺机诛杀白青雾，把你推上落云谷掌门之位。明白，季真传尽管放心，属下一定为圣宗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你回去吧，等我准备好之后再联系你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看来师傅说的没错，伪道里面尽出些贪得无厌的宠，利用起来竟如此顺手。你也不想想，圣宗怎么可能会看得上落云谷这等微末势力，费力扶持你当什么狗屁谷主？3个月后，那株幻星草就能彻底成熟，达到万年的年龄。届时，本座的千幻天魔体将彻底大成，圣女之位唾手可得，不枉这3年辛苦。快看，那个家伙就是在今年入门考核中得到心性完美评价的新弟子，名字叫齐什么来着？齐大。哼，说的再多，也不过是个4灵根的废材罢了。心性再好有什么用？身为杂役不好好干活，还妄图参加外门大比，莫不是失心疯了？你看他旁边还有个杂役，等会这2个小子怕是连第1轮筛选都过不去，要丢脸丢大了。这群垃圾让我处理吧。臭小子，你刚才说谁是垃圾呢？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光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场的各位全部都是垃圾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？尼玛，这家伙在找死！他一直都这么勇的吗？竟然敢挑衅咱们所有人！这小王八蛋实在是太狂了！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大比开始前严禁大家斗殴，违者立刻取消资格。最好祈祷别在大比中遇到老子，否则的话，你就等着吧。没错，算我一个。如果不先把这2个臭小子淘汰了，以后咱们这些外门弟子的脸往哪儿搁？想要狙击我，那你们可要好好努力了。不怕告诉你，今天的外门大比魁首我拿定了，道祖来了也拦不住。我说的。这家伙简直太嚣张了！到时候非要制止他不可。走。林兄弟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白？七哥，你说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？我才炼气4层，本来就是想跟着见见世面，现在大比还没开始就得罪了所有参赛弟子，这还怎么玩？大比一开始绝对会被群殴的。慌什么？到时候你跟着我就行，保管不会有事儿。还是算了吧，估计我连第1轮都过不了。林兄弟，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干去拉全场仇恨吗？我是为了给自己增加难度啊。系统那破追加任务的要求是震惊4座，斩获头名。以系统那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的尿性，震惊4座绝对不是形容词，而是硬性指标。我之前用肉身秒杀过炼气7层，还拿了心性完美评价，不少人肯定已经高估了我的实力。如果我普普通通的拿了第1，他们觉得理所当然，不感到震惊怎么办？事关提升灵根资质的绝世机缘，我绝不能承受一丝任务失败的风险。
想让所有人都震惊，我就必须先把仇恨拉满，然后用一种最狂暴、最动人心魄的方式碾压全场。快看，掌门真君也来了！这位白掌门气息虽然强大，但眉宇间却萦绕着丝丝衰败之气。看来前段时间突破元婴巅峰的尝试确实失败了。杨长老，开始吧。是。本届外门大比现在正式开启。这就开始了，太轻松了吧！我得装得像一点。七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这小子虽然才炼气4层，但离极限还远，明显是故意装晕退散。他肯定是怕在大比中被当成突破口，拖了我的后腿。你下去休息吧，等会儿记着在大比盘口里买5赢。刚才所有摔倒在地的人全部淘汰，只有站着的还有资格参加接下来的外门大比。这就淘汰了一半，连大比的擂台都没摸到啊！此次外门大比正式开始。诸弟子听着，你们领到的玉牌乃是本次大比的信物，作为记分之用，不得遗失或损毁，否则立刻淘汰。大比在宗门后山进行，以3日为期，斩杀妖兽或收集天材地宝都将获得相应积分，积分最高的10位弟子便是此次大比前10。大比进行期间，诸弟子可互相对抗，不进干扰，不进抢夺。若是能战胜对手，败者身上的玉牌积分便归胜者所有。等进了后山，第一件就是把你揍得连你妈都不认识。果然，这规则就是为气运之子准备的。但切记，需点到为止，不得随意残杀人命，否则不仅成绩作废，事后还将受门规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，或者想中途退出大比，只需捏碎传送灵符，便可传送出任务区域，中途退出者取消成绩。此外，大比过程中不得使用符宝和强行拔升战力的丹药。如无异议，现在就出发吧。这艘飞舟会将你们投送到任务区域。弟子谨遵教诲。这几年来，外门大比的规模一届胜过一届，这次更是下了血本。看来宗门真是铁了心要栽培新弟子了。依我看，外门的解鱼星师风实力超凡，距离筑基只有半步之遥，这次必然稳拿第一。我押1000灵石，赌齐大在大比中拿下第一。齐大是谁？这里面怎么没有你说的那个人啊？齐大是参加这次大比的杂役弟子，修为是炼气5层，我买他胜。脑壳坏掉了吧？1000灵石竟然跑去买一个炼气5层的杂役弟子营，这是嫌钱多烧得慌啊！你确定？当然。好吧，送上门的生意没有不接的道理。你要押的人不在名单上，只能按目前赔率最高的人计算，1赔10，大比后凭票结算，认票不认人。1赔10，如果齐哥真赢了，那我这1000灵石就变成1万灵石了。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全部灵石都压在齐哥身上了。林小子，你就等着赚灵石吧。那个齐大很不简单啊，
将来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轻易得罪他。你们排好队，一个接着一个从非洲跳下去，间隔不要小于10息。落地之后可随意组队。跳下去，这么高，非洲速度还这么快，这要是灵气控制不好，落地非得摔断腿不可。别磨磨蹭蹭了，快点，否则本职是亲自把你们扔下去。我先来。你们刚才不是说要收拾我吗？我可在下面等着呢，别让我失望了，垃圾们。好狂的杂碎！不行，老子现在就要下去揍他！不错，今年这批弟子的胆气极佳呀！面对如此高度，竟然都是主动跳下去的，没有一个人被执事扔下去。是啊，掌门，看来咱们外门弟子还是颇具血性的。老夫对接下来的大比更加期待了。